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些人物的命运注定充满了波澜与悲剧。韩信就是这样一个名字，曾经国士无双，被誉为兵仙，却在权力的漩涡里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结局。楚王韩信在受封回到家乡后，送了很多钱财给那位曾在河边舍饭给自己吃的老婆婆，还任命曾让自己忍受胯下之辱的屠户为中尉，称他是一位勇士。至于留宿过他的亭长，韩信只给他一点点钱，并谴责他是个意志不坚的人。项羽手下有一名将领叫钟离昧，和韩信是很好的朋友。项羽战败自刎后，钟离昧得知韩信在楚国封王，为了躲避刘邦的追杀，他跑到楚国去投靠韩信。有人把钟离昧的去向告诉了刘邦，刘邦一听自己器重的功臣竟然和敌军的将领待在一起，不由得怒气冲天，立刻吩咐别人去捉拿钟离昧。恰巧韩信在楚国大整军队，不管去哪儿都率军前往，因此很多人都说韩信有造反的苗头。这话正好说到刘邦的心坎里去了。韩信也听到传言，他想向汉高祖解释，又怕越描越黑，不知怎么办。刘邦问陈平有什么计谋，陈平说不如缓称高祖要巡游云梦泽，请百官前来觐见。韩信不来也得来，到时候就可以把他关起来审问。韩信知道觐见只是刘邦的一个借口，自己肯定会被抓起来。他跑去和钟离昧商量对策。钟离昧轻蔑地说：看来我是逃不过一死，但你别以为这样就能逃过一劫，刘邦迟早会杀了你。说完，钟离昧就拔剑自杀了。韩信把他的头割下来献给刘邦，以示自己的忠心。没想到刚见到刘邦，就被左右侍卫用绳子捆住了。韩信对刘邦说：看来别人说的没错，狡兔死，良狗烹，高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成王。如今你已得天下，我也失去了利用的价值，成了一个威胁。刘邦被说得面红耳赤，但没有释放韩信，只是把他带回洛阳，贬为淮阴侯，软禁起来。在禁足期间，韩信和张良一起整理了自秦朝到现今的兵书，一共182版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兵书整理。他们还对军纪做了些补充和调整。韩信写了3篇用兵之道，如今已经失传。韩信知道自己的谋略是刘邦最顾忌的，自此之后，他不再参与政事，不上朝，也不随高祖出行，每天都待在府里唉声叹气。他为自己被贬为淮阴侯感到愤愤不平。讨伐项羽时，自己尽心尽力，现在居然和周勃、灌婴平起平坐。韩信感到很不公平。有一天，韩信去樊哙府上做客，樊哙高兴地跑出大门，跪在地上迎接他。韩信不但不领情，还在心里嘲讽自己落败到和樊哙交往的地步。列侯陈豨被刘邦封为巨鹿郡郡守，临行前来看望韩信。韩信悄悄地问陈豨愿不愿意跟着自己。陈豨发誓忠于韩信，韩信就把自己想谋反的想法告诉他，并说巨鹿郡的军队是汉朝最精锐的，而你是高祖器重的人才。如果说你要造反，高祖肯定不信，等到他相信之后，你的势力也壮大了，到时候你我联手，一定能推翻汉朝。陈豨一直对韩信的计谋深信不疑，他答应韩信，等到势力壮大之后，必定会起兵造反。公元前197年，也就是汉高祖10年，陈豨造反的消息传进汉宫，刘邦决定亲自出马镇压。他打算让韩信随自己出征。韩信推脱身体抱养，刘邦也不勉强。等刘邦带兵出城后，韩信就在府中和门客们商量如何攻进宫殿。结果有一个门客走漏了风声，韩信很快抓住了他，把他关在府里。这位门客的弟弟去韩信府上要人，被韩信恐吓了一番，于是他把韩信密谋造反的事情告诉了吕后。吕后顿时发现事情重大，可是无凭无证，奈何不了韩信。吕雉就找丞相萧何帮忙，萧何说不妨让我去告诉他陈豨被杀的消息，然后把他带来朝中。吕雉连忙派人在宫殿里埋伏起来，等韩信来了之后，
将士们便把他抓起来带到吕后面前。韩信还想找萧何求情，可哪里还有萧何的影子？这便是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的由来。吕后命人在长乐宫的东室里杀死了韩信，还要杀光他的父族、母族、妻族，一时之间，长安腥风血雨，随处都能听到哀嚎声。韩信的死讯传开后，有一个人慌了神，他就是英布。英布也是秦末起义运动的领袖之一，后来追随项羽，战功赫赫。楚汉之争时被刘邦收买，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淮南王。韩信被杀后，彭越也因为造反被杀。刘邦还命人把彭越剁成肉酱，装在袋子里分给每位诸侯王，以示警告。英布这才知道刘邦是想把重要的功臣都除掉，以绝后患。他心里怕得很，连忙吩咐府中加强防备，整顿军队，紧密注意其他诸侯国的动静。有一天，英布最喜爱的侍妾生病了，就去大夫家中治疗。大夫家对面住着侍中奔鹤，他想趁机攀附英布，买了好些东西去大夫家看望英布的侍妾。几次之后，就和英布的侍妾熟悉起来。侍妾在和英布闲聊时提到奔鹤，说他是个很不错的人。英布生气地质问他是如何认识奔鹤的，侍妾便把奔鹤看望他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英布大为恼火，认为侍妾和奔鹤有不可告人的关系，要把奔鹤抓起来。奔鹤知道后，吓得面无血色，整天躲在家里，这更让英布觉得自己猜的没错，发誓一定要把奔鹤逮到。奔鹤再想解释也难了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坐着马车去长安，打算向汉高祖状告英布集结军队造反。英布连忙派兵去追赶奔鹤，可是没有追上。奔鹤在汉高祖面前历述英布可能叛变的征兆，刘邦有些为难，奔鹤所说的情况没有真凭实据，如果贸然去抓英布，可能会造成误会，说不定真的会引起叛乱。丞相萧何在一旁提醒着说：臣以为淮南王不会做出如此事情，说不定奔鹤和他有仇，暗中诽谤。皇上可以先把奔鹤关进大牢，看看淮南王有什么反应。英布见奔鹤迟迟不归，又打探不到朝廷的动静，只听得刘邦派人前来调查自己，便以为集结军队的事情已经败露，仓促之下把奔鹤家满门抄斩，随后举旗叛变。使者一看淮南王果真造反了，忙不迭地回去告诉汉高祖。汉高祖把奔鹤放了出来，封他为七司侯，接着问众人该如何处理淮南王的事情。大部分将领都说应该出兵讨伐，杀死英布。汝阴侯滕公的门客薛公对刘邦说：淮南王造反在情理之中，当初皇上册封韩信、彭越、英布3人，如今韩信和彭越都死了，英布当然害怕自己也会被皇上杀死，这才选择造反。刘邦于是问薛公有什么办法，薛公说：假如英布聪明的话，皇上就该召集汉朝的安危了。不过英布绝对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攻势，皇上大可放心。刘邦不解，薛公接着说：英布造反后，首先会朝吴国发动进攻，占领夏蔡和越国之后，他会把辎重的金银珠宝都搬到越国去，自己躲到长沙。这样看来，他的行为对汉朝没有一点影响。英布以前是在骊山服劳役的农工，没有多么远大的理想，只要能保证自己生活富足就行，也不会想着给天下百姓做点善事。他造反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处于安全的位置。刘邦一听，不由得大声叫好，薛公因此被封为千户侯。英布的淮南王称号被废除，刘邦改封皇子刘长为淮南王。公元前196年，刘邦亲自出征迎战英布，在蓟县和英布大战一场。汉军几次重创英布的军队，英布反攻一直不得力。汉军把英布赶到长江以南的地方，最后英布被别人骗往鄱阳，在当地百姓的家中被人杀死。汉军大获全胜，可是刘邦在战斗中不幸被箭射中胸口，调养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。
军队回长安时，经过刘邦老家沛县，想到自己如今已成了一方伟业，刘邦决定回去看望乡亲父老，于是军队在沛县驻扎下来。刘邦和父老乡亲们痛痛快快地畅饮了十几天，谈笑风生。期间，刘邦有感而发，吟唱了一首诗歌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归家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喜，守四方。这就是闻名后世的大风歌。刘邦一边唱一边想着往事，想当初自己四处征战，总算成就了宏伟大业。可追随自己的人越来越少，有些人留下是个祸害，必须要杀。如今忠诚的人又有几个呢？又该去哪里寻找能辅佐刘家政权的人呢？想到这，刘邦心潮涌动，